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你现在正在整装要出发来荷兰打工度假、工作或者是读书吗？那今天的影片我要跟你们分享5样我觉得你可以不用带的东西，跟5样如果你需要记得从台湾带来的东西哦。那我们先从不需要带的东西开始，省下你的超重费。第一样呢是隐形眼镜。我在出国之前呢，也有在网上看到某一些国家也是需要医生开立的处方签才可以去买隐形眼镜。不过在荷兰这边呢，你在一般的药妆店就可以买得到哦。我朋友也有到专门的眼镜行去咨询，说他想要戴隐形眼镜，然后顺便测度数。眼镜行是直接给他6副免费的隐形眼镜试戴，所以其实取得管道都蛮方便的。除非你的眼睛特别敏感，有你自己习惯的牌子，或者是说你喜欢某一些特殊颜色的放大片啊，你有特殊的直径需求，那我会建议你直接从台湾带。第二个，我觉得你不用特别带来的东西是电锅。为什么呢？有3个主要原因。第一个是因为我觉得行李很难带，你就会有另外一个正方体的盒子在你的行李箱上方，算是额外的行李，拖也不是，拿也不是，我觉得很麻烦。第二个呢，是你有机会在这边从留学生、交换生或者是要移民的华人手上买到2手的。第3个是科技现在这么发达，其实有很多类似的产品推出，像是 Instant Pot， 所以你可以到这边之后啊，再上 Amazon 上面看看有一些类似功能的东西，你就可以在这边买了，省下你搬来搬去的成本。那到时候如果你有需要回国的话，就在2手卖掉就可以咯。第3个我觉得不需要特别带来的东西是泡面，因为这边的亚超真的是琳琅满目的泡面，有维力炸酱面，甚至有一些口味我在台湾还没有看过。只不过如果你是喜欢吃满汉大餐啊、红烧牛肉面，里面有含肉的那种，这边就比较少。第4个我觉得不需要特别从台湾带来的东西是女性卫生用品，像是卫生棉啊、卫生棉条。因为呢，虽然说在这边的卫生棉可能没有像在台湾有这么多种类，还有一体卫生棉啊，各种不一样的口味，但是我自己用起来感觉其实差不多，而且也蛮多选择的。那卫生棉条的话更不用说，台湾有很多都是从欧美引进的牌子，但是如果你皮肤敏感，你已经有使用非常久，而且你确定自己不会过敏的牌子的话，当然你还是带着吧。第5个，我觉得你不用从台湾特别带来的东西是大衣跟厚外套。虽然荷兰不像北欧的国家每一年都一定会下雪，但是天气跟台湾比起来还是比较冷，冬天还是比较长，所以如果你到这边当地再买外套，有一点像是他就跟你保证这个外套会符合当地的天气。不过当然现在国际品牌那么多，也许你已经有非常好的御寒外套啊、大衣，那你就带着吧。接下来我要给你们分享5样我希望我的行李箱里面现在还有的东西，不过这就比较是我自己个人生活习惯的部分，你们参考看看咯。第一个东西是痘痘贴，我在荷兰这边没有看过痘痘贴，可是我还是会长痘痘啊，我多希望我可以带痘痘贴过来，又小又不占空间。第二个东西是麦香奶茶，我自己是手摇饮的重度成瘾者，在台湾的时候一天喝1到2杯真的不是什么问题。我在这边呢都会自己煮茶做茶，绿茶、乌龙茶、红茶都没有问题，我都可以做的像是手摇饮饮料店的味道。但是唯一我做不出来的就是奶茶，我不管怎么做奶茶，用不一样的红茶包，用不一样的牛奶，喝起来就是没有像在台湾喝奶茶的感觉。所以我真的很希望我还有12入的麦香奶茶在我的行李箱里。第3个东西呢，就很看你的工作性质和使用习惯了，就是文具用品。所以假设你已经非常习惯用 iPad 做笔记啊，你的工作性质也不太需要有手写笔记等等的东西的话，那这一点对你来说可能就比较不适用。但是假设你有在写手账啊，你会喜欢一些特殊色的荧光笔啊，或者是你自己本身就有习惯的一些文具，那建议你带过来哦。不过如果你喜欢的是无印良品的文具的话，那你也可以不用特别带来，因为德国就有无印良品咯，你可以坐火车啊、坐飞机去德国观光一下，大概10欧、20欧就可以顺便带回来你所习惯使用的文具。第4个东西超级无敌生活化，就是保鲜膜。这边的保鲜膜呢，没有像台湾就会有在盒子啊，然后会有锯刀，你可以直接撕掉。这边就是给你1卷保鲜膜，那你要剪还是要割，就随便你。这边的保鲜膜也比台湾的保鲜膜还要不粘，所以我觉得真的很麻烦啦。
带一卷保鲜膜可以用个大半年以上吧。所以如果你知道你有煮菜需求的话，可以带着哦。最后一个东西呢是裤子。因为我的身高只有158公分，在荷兰这个巨人国，我真的是迷你小矮人。在这里买的裤子常常腰臀是合的，但是裤脚就是会太长，那我就需要另外去修改，花钱又花时间。如果你在台湾已经有习惯的店家，知道他们版型很好，那我会建议你可以多买几条带来，就可以美美的继续穿咯。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希望这5点建议你不用带，5点建议你要带，可以让你在打包行李的时候更有头绪。如果想看我分享更多荷兰或是欧洲的生活，记得留言告诉我哦。我们下次见。